大家好，我是克里斯。历经2个星期的 RTS 训车期，今天终于迎来动力解封之日。今天这部影片除了会记录 RTS R165 初次保养的完整过程，也会跟大家分享我骑着这台小钢炮在通勤路上的骑乘心得，还有我所遇到的真实情况。当然，我也不会避谈这台 RTS 确实有些小瑕疵，有些地方真的还蛮欠扁的。总之呢，我先去保养 RTS， 稍后再跟大家娓娓道来。Ready go！ 啊，终于训完车了，半个月了吧，应该。差不多啊，再有了我们的 RU 了，应该都还好吧？对，都还好。那油门有尽量就是很保守骑，就是很憋很痛苦啊，真的，真的正常骑，不要疯狂的去转油门就好了。可是难免还是有不小心，对手抖一下，看看有没有那个血渍嘛，铁屑，看机油有没有少，没有铁屑嘛，完全。一点点而已，新车多多少少啦。其实还蛮干净的呢。对啊，因为都很黑，很清澈。对，没错。所以我们机油量是要加多少？900末？800。如果是光阳原厂的，可以用它有一瓶叫 G1 的。G1。上去的话粘度会高一点点，10W40。在市区的话会建议吗？市区的话10W40、10W30都 OK。OK， 好。那如果有骑长程的，可以用到50。感觉目测看起来应该是有800末，没有少。对，应该都正常。对，应该是暂时没有吃机油。那个汽油精你这边可以加吗？你说可以啊。好啊，也顺便帮我加一加好啊。这个原厂胎压是怎么打？建议的话，如果像这一种轮胎的话，你们在骑乘想要它黏一点，然后热胎迅速一点，可以大概打28那边。如果你说觉得想要转向轻一点，然后让你骑起来比较轻快一些，那可以打30到32。感觉很厉害哦，这种包刚好是0.8公升哎。对。刚刚好。机油部分只要不去加到假油都 OK。现在还会有假油吗？这个年代？我有听过有客人买到假的啦。是自己买的吗？对。但是机车行通常不太会有那种。对啊，那个被抓到一次就对 GG 了呢。不跟我开玩笑。那个齿轮油的话，大概2000到3000看个人需求。好白哦。对。OK， 感觉真的确实没什么，就铁是真的。对，因为其实现在坐车的精度都蛮高的。这还有机油滤芯吗？这台车？这还没有。这也没有滤芯。国产车都没有，只有一些特定的车种。因为很多人说这台车因为它动力很大了嘛，然后难免那个车主会油门会吹很多。这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预防性更换，像是普利盘啊、离合器啊，或者是皮带那些。其实他们原厂有一个规范就是说2万公里的时候会请你们预防性把它更换掉。2万公里够吗？如果受骑得很凶的话呢？通常都可以撑到2万，除非你真的是骑很100。OK， 大概可以在1万、1万5的时候做检查。OK， 如果说有皲裂的话，可以考虑提早把它换掉。没错。真的要提早换掉，如果皮带断掉的话，那会很麻烦呢。对，有甩到东西的话，哇，那个虚了就更多东西了。如果像你去甩到一些里面比较有像油封的东西，有可能会造成漏油，也有可能会卡住。齿轮油的部分价格也不贵啦，就会建议你们用全效型。它有分成原厂跟副厂的，我们这是副厂的，因为我们通常都是用这一支比较多。OK， 那它的耐用度也比较高一点。有竞技版呢，对，是可以。那我们通常换完机油之后跟齿轮油，我们会帮你把泄油螺丝那边做一下清洁你们就可以比较直观的说看到有没有漏油的状况。对，甚至到训完车是3000公里耶，这台车让它全车磨合完的话，这个说法如何？3000公里是有比较长一点，那就是看个人主观，个人感受。对，顺便帮你检查一下水箱水。目前水温表都很正常啦，都是1半。确实它的那个油量跌得很快哎，每次在闪的时候其实都还就里面还有2公升的汽油左右，但是这样对你们来说是一个预防性提醒。现在它汽油棒不是泡在汽油里面，那你汽油比较多的时候，它可以比较容易去散热。可以保护你的那个汽油棒补。水箱在这里。算够，下次再帮你观察一下。其实这台车没有什么比较需要去特别动到它。确实，对它动力什么训练，我觉得有人是反映说制动觉得不够强，但是这也是比较主观的问题。对，很主观。因为有些人喜欢反应快一点，那他可能就会改一些对式辐射卡钳。那其实原厂它本身碟盘有加大，那骑起来制动力应该都够。如果你一般通勤的话啦，对，目前真的很足够，其实没什么好挑剔的。目前骑起来。感谢RU执掌的 RTS 解封仪式以及诚心分享。在分享新车初步总心得以前，先让我稍微补充秀色且憋屈的训车精华。快速来回顾一下我这2周在路上的点点滴滴，以及那份酸甜苦辣的训车历程。
来发挥为所欲为的短轴距优势了。哎呀，不好意思，闯红灯了，糟糕！拍谁？刚才看不到。哦，有点带出去了，真的是一点点油门就整个人给你带出去了。刹车也是很棒，很好拿捏，要多少就给你多少。好，要起步了吗？我是一点点而已哦，就冲第一个了。哎，要不是我回油啊，你怎么可能超过我呢？然后其实那个坐垫让我也蛮意外的嘞，就是质感蛮好的，给你们去看一下，质感还蛮不错的质感。它的缝线，然后这里有点防滑，像是拢布的感觉，意外的好。哟，糟糕，前面有个车友，有点不好意思。我的左前方有个车友，你们看到吗？像我该跟他确认眼神吗？哇，不过那个人孔盖还是要注意的，这悬吊还蛮硬的，还蛮跳。还有5秒，来得及吗？来，油门一拜出来了，哎，半拜，哇，有4成了。OK， 准备来体验一下下班的为所欲为了。今天天空颜色有点特殊哦，天有异象，不知道说要有暴雨来了。我放这台 RT 的时候，也是因为我的野狼逢雨就不能发动，连推发都不行哎，而且很危险。然后真的是那种起来一半，那个油门直接缩，你怎么灌油门是吗？它都不会点火，然后就熄在中间，然后就把车子牵去路边啊，等它稍微干一点之后哦才能发动。对，大约5分钟左右吧。其实这台车还蛮安静的呢，原厂管还不错。它的声让我听一下，饱满。哎，前面一台车有，哎，真的，这是吸引力法则吗？还没买的时候，我路上想要看 RTS 的时候都很难看到嘞，结果买了之后，好像时常遇到 RTS 的车子在路上，还蛮悬的。稍微吹一下，各位 ，Go， 油门大约一样，也是10%开度而已，就 hold 住10%开度。这个因为这个车太安静了，懂吗？然后变它就很低转，然后提速可以慢慢提到很快，变到我很容易超速都不知道了。有时候因为车太安静了，然后它加速过程中也很稳定。像我之前骑的野狼是吗？你骑到40、50是吗？你就感觉到那种很快的感觉到，因为那车子会抖啊，然后声音很大声，就觉得哦，这车子应该是有点速度。就这台车呢，非常的稳又安静。所以我看那个时速表，哇，已经70、80了，完蛋！所以我骑得很保守。所以说啊，骑这台车最大的缺点是很容易不小心超速，真的。哎呦，危险！现在转，我是不敢那么转啊，还是要保留一点手臂。OK， 轮胎还行，油门我都正常补，刹车也是正常抓，刹车距离目前都还 OK。哎呀，有积水耶！哎呀。听说这种速达积水很容易泡水，不是吗？这高度可以吗？之前骑野狼啊，或者是骑那 GS 啊，都直接过了，没害怕的。然后先看到新闻说啊，过这种积水都要注意，很容易泡水，就骑一骑就会掉卡。Let me through。哎呦，刚刚好最后一人，看到没有？车流分道就是这种麻烦，看到吗？我们要用非常危险的方式才能切回正常的你要行驶的道路。看到没有？这真的很切，不然没有办法。哎呀，看到没有？在这里机车道，这个设计真是非常的简洁明了，也是相当的安全。看到没有？工整整，方正正，跟黑色一样，非常的安全。而且这种审美也不用太疲劳，而且它的配色也非常的简洁明了，黑白红之外呢，也是有那个荧光绿吧。哇，非常的耐看，舒服，喜欢。不要过来啊，左右夹攻啊！你们不要过来啊 ！OK， 好彩我的动力可以为所欲为。OK， 目前训完车，又做了第一次保养，又骑了几天，目前的里程是432公里，这数字非常的漂亮。现在就来分享这一段时间的骑乘心得以及感受。先说结论的话我可以说是非常的满意，甚至有颠覆我一些对速达的认知。But很多事情最怕就是个 but， 是说这台 RTS 在我训练期间呢，最让我恼人的，最让我意难平的，就是它的油量提示，这个真的是一言难尽，非常的悬。究竟有多不可思议呢？
那就请看 VC 啊。前情提要，我交车后加满油，RDS 油箱7公升，那时候95跳停加了6.43公升的汽油，不成想骑了112公里就剩下2格。照理说 RDS 1级油耗配上7公升的油箱，训车期间温柔的油门对待，再怎么随便算，掐头去尾续航绝对轻轻松松超过公里才对。接下来更刺激的来了。在完全平坦的道路上，居然在我眼皮子底下又跳回2格，根本方向镜实在有够欠扁。一回生两回熟，在140公里又见红的时候，我也早已见怪不怪，心如止水。可是跑到142公里，这时又跳了出来，我拳头才越来越硬。骑一骑，他又给我跳了回去，挑衅的意味非常之浓烈。OK， 为了消除这个里程焦虑呢，我们还是找个加油站吧。来加个油，来看看你这个油箱里面到底是真空还是假空。OK， 加了4.79公升，哦，满了，舒服。这个 RDS-R 的油量表，我只能说非常的反人类、反直觉，不舒服。虽然目前这个油量表的逻辑是有迹可循，就当它闪红灯的时候就当做它里面油箱里面大约还有2公升左右的汽油。就像阿六所讲的，这台车虽然油箱是7公升，但其实就是要维持一个2公升的基础油量，来保护汽油胖虎。这说法我是可以接受啦，就当它曾是一个5公升油箱的车子，然后2公升是备用油箱。这点续航力我真的还是要得习惯一下，毕竟 RDS 也不是一个长途旅行取向的一个车款。哇！动力真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完啊！无论是起步、加速、脱离车阵，然后我是闪避障碍物之后的加速，都非常的从容。像我市区骑起来是吗？油门开度几乎没超过50%，转速平均是在6000转以下，偶尔忍不住不小心才会慢慢拉到接近7000转，或不小心超过7000转这样。其实现在是我全程都是开启状态。据说关到 TCS 的加速体感会更加有爆发力，我是没有关到 TCS 这个想法啦，毕竟这个加速力道对我来说已经非常够用了，甚至还稍微超过我的预期。加速超车、远离大车的时候可以有这种就是有刃有余的加速力道真的会非常的安心，不怕超车超一半就动力虚掉。而且这台车我骑起来，从起步差不多到时速70的过程当中，加速力道非常的线性，动力输出的特性完全可以被预期，这一点在做超车距离真的会很放心，很有信心。然后刹车制动的部分，以我80公斤的体重来说，时速大概在60以下的制动力，你要多少，它真的就给你多少。但是在双载的时候，它的制动力还是稍微有一点点衰弱，就是你的刹车距离要稍微拉长一点点。但有趣的是，双载时候动力输出是感受不到有动力明显的衰退，这一点真让我有点惊喜。说到这，我真的要再补充我另一个惊喜。就是油门和刹车的操控体感这台 RDS 真的非常的细腻，无论是刹车拉杆的手感，或是油门在吹油门的那个手感，也包含油门反应，还有刹车时碟盘的自动回馈，我的感受是很丝滑。不管你是在吹油门或是拉手杆是吗？就是那种卡卡涩涩，带点延迟的间隙感。RDS 在这操控的部分算是相当的细腻精准，就看看在骑一整之后会不会还是一样，毕竟它是新车嘛，所以这些日子以来我都是在最佳状态下去骑乘感受的。这组原厂设定悬吊，对我目前这些日子使用起来的话，真的有点不太舒服。应该说的话，应该就是目前我骑乘 RDS 感受下来，体感上来最让我最困扰的地方。路感是很清晰，没错，路平道路的加速或者是急减速，这种悬吊支撑性是真的很棒。但如果是我日常骑乘路况骑起来的话，当我过一些人孔盖或者是路桥的伸缩缝甚至是一些补丁之类的，这组原厂悬吊反而凸显出太硬的问题。跳的有点不舒服，尤其是前悬吊的压缩回馈，在通过一些高低落差比较大的坑洞或颠簸时候，贴下去的时候是几乎感觉不到它前刹的压缩阻尼感，就是简单粗暴直接暴力碾压，让我觉得说这组悬吊如果在骑的过程中给它一个稳定的施压，它的吸震跟支撑性都真的非常棒。但如果给这组悬吊瞬间施压的话，可能就反应不过来了吧。但我想跟前后12寸也有很大关系啦。小轮竟然偏向这种悬吊是吗？在路上就连一些肉眼看不太出来的一些不平整的路面，车骑过去也会真的很明显。对手机架的防震功能也算是一种考验啦。话虽如此，但毕竟车都没有全能的吧。一台车的取向设定其实就是权衡取舍下的产物。也许之后有机会在伤到小热血下的时候我才会懂这种悬吊的好吧。反正目前就继续先磨合一下，看之后有没有需要调整或是改动的地方。接下来就稍微聊聊这台 RDS 在日常细节的部分。首先 Keyless， 其实这功能就是那种没有不会怎么样，但是有了就会很不一样。4个字，
方便舒服。尤其再搭配这2个开启按键，在家有的时候我不用那边敲扭压钥匙孔找角度，有时候满手宵夜也不用开钥匙开车厢，也是蛮方便的。然后仪表板的部分稍微有提过了，现在稍微再简单补充一下，时速数字大，真的方便。尤其在测速照相的数量直离便利店数量的台湾道路，这超越长辈手机字体 size 的数字，那稍微一撇就可以判断当下的速度，让你可以更加关注在前方的路况安全感大幅提升。但是呢，被国家级追缴的几率也稍微降低而已，真的是稍微而已。没办法，这个油门一点点就破50了，一不小心就超速了。RTS 真是太拍了，所以你看我也把在0到7 ADV 越野的习惯带进来，右手不死握油门，总会伸出1或2根手指，除了可以第一时间刹车之外，最主要的是让你的油门拿捏可以更加细腻。毕竟在市区，真的一点点油门开度就很足够了。骑车的部分非常的 OK， 像我身高177嘛，然后骑乘过程中也没有感觉到什么特别突出的问题或者缺点。市区短程通勤起来，肩膀、手肘都在我舒服的位置，然后脚踏空间也非常的足够，尤其对我这种喜好11号。脚偏大的人来说，算是友善。这踏板刚刚好，可以容下我的大脚。然后就是脚踏前方这个额外让你双腿可以伸展的踏板空间，也很舒适，赞赞。顺便补充一点，短轴距也是真的舒服。有时候遇到一些车流量大又侧重风流的路段真的免不了狼狈转车。1.90mm 的轴距配上125公斤的车身，转起来相当的轻松，赞赞。没错，我就是那个天选之人。据说每20位车主只有1位有荣幸遇到这种状况。之前交车的时候，车行的店长就有说，左握把套可能会有脱胶的情况，真的没料到，在我骑 RTS 通勤第1天就给我遇到了。据说原厂也是有意识到，然后也是有改善了，但是我似乎赶不上这个改善。我车子是2025年7月出厂的，然后我亲的是在9月中旬，可能就差那么一丢丢吧。哎呀，总是擦肩而过了，其实也还好了，这种小问题都可以简单处理，无伤大雅。但是呢，说起来也蛮奇怪的。都做到电推、ABS、TCS， 在下一个 level 搞不好可以飞天遁地了怎么一个非常基本的粘连工序都有这种情况，我觉得蛮掉漆的啦。最后我有发现那个瑕疵，应该也算我自作自受吧。就是有次我突然心血来潮，好奇开始冒，我就把我其中一顶3/4的安全帽试试放在车厢里面看看，试了好几个正面、反面的角度，终于成功放入，也并且安全盖上。但是当我打开车厢的时候，我按的按键是吗？卡卡的，怎么按是吗？中间都没有反应，重新来回扭按键发动、熄火状态都重新去打开都不行。那时候真是有点惊魂，因为我准备要出门。总之呢，就是同时按按键跟压缩垫再碰点运气，它就莫名其妙打开了。现在叫我再示范一次的话，我是真的不敢一朝被蛇咬，10年怕草绳。10年后再试试再来看吧。RTS 外形的部分，之前我说过嘛，这台车很耐看，会越看越顺眼，真的是没有错。目前我感受仍是如此，尤其我发现到它前身大盾的部分，越看越像那种昂首挺胸的公鸡，非常的摇摆，但是我喜欢。然后我顺便补充了一个小让我稍微眉头一皱的一个点，就是这个后突出的挡泥板好像有点太低了，有时候暂停路边后退想尽可能靠路边停车的时候，还会 K 到路缘。OK， 基本上目前从牵车、训车、出保，然后今天至今的心得差不多如此。然后我需要更多的时间去体验它的完整性能，去体会它的真正的魅力。这些日子以来 ，RTS 给我的整体表现，我是觉得相当的满意。满分10分的话，以目前的使用状况、新车状态、我的需求来看的话，给个9分是合情合理。原厂状态下的操控感、刹车制动力来看的话，它是一台性能车服务。那接下来就继续磨合吧，多多指教。有机会也顺便是一个轻度旅行探险位置之类的。OK， 那我是克里斯，今天影片就这样子啦，我们下次见，拜。这个贴纸是不是把它抠得比较好看？因为全黑都不错全黑。